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！陛下之忧，诚为可虑。只是今岁要练水军，水军，北人善马，南人善舟。陆地争衡，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。只有水军，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。天子大气魄，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。这是敲打，更是警示，是告诉南唐君臣，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泥足深陷，无力南征。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，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，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。朱清想多了，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，汴京的赵官家也罢，和当年少年义气、纵横汴梁的赵大郎，应当还是同一人吧？请大王明示。孤认识的那个赵大郎，不会绕着弯子说话，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。他是如何说的，便是如何想的，也会如何去做。国中一遭水患，亦有庶民流离失所，赈济也好，捐免也罢，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？若是不做，或做得不好，百姓活不下去了，那便是天子不问，朝廷不问，难道国中不要其反吗？知州也好，县令也罢，若做事治下子民积馁涂炭而不顾，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？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，放在国中政事上，朱清都明明白白的，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，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？朱清啊，须记着，这天下既有百姓，赵、钱、李、刘，不过其中4姓而已。朕想了许久，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。那陛下何意啊？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，天下如此，还远未到严甲休兵之时。长江纵为天堑，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，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！陛下之忧，诚为可虑。只是今岁要练水军，水军，北人善马，南人善舟。陆地争衡，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。只有水军，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；只有水军，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。陛下，水军之意呢，诚为国之良谋，但是赈济灾患、休养民力，却是当下之急务。陛下，不妨明岁。朕意已决，至水军都指挥使，司于洪州，以鄱阳湖为水寨，修造战船，征募水兵。赐军号曰龙翔，以朱令筠为都指挥使，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，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候，以孙震为兵马都监，换甲执兵，以拒宋国。
陛下，这是何意？宋主咄咄逼人，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，吓着了。我问的是，水军的事，与我何干？水军不同于陆师，只要有粮，竖起一面道旗，3、5万个兵，仓促间可得。可水军不行，没有堪用的战船，就没有什么水军呐。能用作龙骨的木料，阴干便需要2至3年的时间。打造成战船，水兵操练的明白，便是粗粗算去，也需要5、6年的光景。5、6年，为何要这么久？这已经是快的了。王浚伐吴，自太史8年在益州造船，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，里外里花了8年的光景。中原没有战船，吴越有。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，需自海口溯长江，一路逆流而上。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？向吴越买船，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。陛下异想天开，相公们为何也这般糊涂？大唐与吴越乃是100年世仇，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，便是有，又如何肯卖与咱们？今时不同往日，宋国势大，威盖天下，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前王应该懂得的。所以，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，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？当年和议，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，也算是有些香火情。由你去说，比旁人妥当些。向吴越买船之意，不妥。阿兄，朝廷开口，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。关键不在这儿，朕没钱。赵相公不是说3丝金穗，还有100万银绢的盈余吗？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，不是用来买船的。泽平，朕在。金乡水患，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？3州12县约7000丁，23000口。这100万银绢的盈余，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。陛下的意思是，以工代赈。仲勋，臣在。朕给你23000公银，3年光景，能造出300艘战船吗？臣尽忠竭力，必不负官家所托。阿兄，要5、6年呐！天下乱了多少年？100年纷乱，五朝轮替，兵火连接，死于盗走者何止1000万，也就是5、6年的光景而已，朕等得起。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。使君来此，是为了国家，还是为了生意？
为国家，亦为生也。大王不能卖。吴越祖训：谨守臣道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，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，有悖臣道，有违大事。若遍经天子，问罪于大王，大王当何以自处？阿俊也说说。回禀父王，两国相争100年，仇仇如渊，波涛之上，战船是输赢，是胜负，更是国运，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？阿平怎么看？回禀父王，儿臣不知。你自然不知，如此大事，亦不用你知。随便说说即可。敢问那位使君，出了什么样的价钱？大郎兄，在百人之走葛，银券1000两匹；在百人之蒙冲战兆，银券15000两匹。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舰，银券10万两匹。敢问相公，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，得有几何？自去年正月至今，新造斗舰8艘，其中战兆60有7，其余飞索走葛，计略不详，200-300艘总是有的。大伯父，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，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。世子说的是。父王，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，依例如何处置？你说该如何处置？大郎兄的意思是，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。儿臣认为，可以不折价。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？谁说那些是旧船了？刷些漆上去，颜色弄得鲜亮一些，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、金鼓一并与他配齐。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兆，让他拿3万两匹银券来换；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，值上个3000两匹，也不为过。至于巨舟斗舰，更是有价无市，天底下没处买去。30万两银券的价格，是断不容他商量的。父王，我儿会当家。动了。没动。动了。哎，父王，母妃。来，准备的如何了？父王，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。阿平，你父王是个坏人，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刀，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刀更狠的。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？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？儿臣在殿上都是混说的，当不得真。军国大事，确实不当如此儿戏。该你了。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。不过，
孤不要银券，让李家拿粮食来换。诺。吴越鼠辈欺人太甚！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两全其美，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。说来，前9要粮，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，吴越国中亦受其灾，受灾州县人口，怕是倍于我朝，故此不要金帛，而要粮食。实在是国内缺粮，饿殍遍野，这才借我朝买船之机，大行勒索，为的是解自家之危。既如此，陛下可将计就计，先将粮食与他，催其交割战船。7个州，20几个县，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。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，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？陛下，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，放灾民南下救市。陛下不可。陛下。民，乃国之本啊！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，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。对，入卡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湖，以工代赈，2万斤金你给你地光靠仅此一处关卡，得有干粮传达灾民不下万数。大王，先生免礼，都准备妥当了。苏州、湖州、衢州，共计16处关卡，沿途设了238处战棚，抽调了8000镇兵和2800名胥吏，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。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，每处战棚都设有10余处周遭，并备有衣饰和各色药材。多糜费些粮米，亦不打紧。务求有序啊！相府也发下了札子，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遂考绩，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，即为上重。上。大王，朝廷故事，凡所考绩上者，力不受人，上中已是极美。我知道。若能不死一人，相府录考绩为上，后缺者就地补官，时任者则进品质一级。可咱们缺人口啊，沈兄。臣明白。说起来，算是一军13州86县，可论及丁口数，却连中原的3、5个大郡都不足啊！想明白了吗？父王这笔生意，不只要南唐的粮。你记住了，民为国之根本。所有人排成2队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红站在5里之外，红站在5里之外。所有人排成2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来，大家排好队啊，在前面领卒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户领1根，只能领1根。
一户最多领1根，不要多领。1根签就是10亩田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到了开州，今岁有田，明年起屋，前往有教，3年之内捐赋钱粮，全免。吴越核心腹地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且雨量丰沛，尤以水稻种植，素为鱼米之乡。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，相对安定，安置灾民于此垦植，既解决其生计之困，促其发展，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，充实国力，巩固统治根基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前王此举，兹南唐以兵甲周赵，坏朝廷之混一大计，以锱铢之力量，统硕之辖，以偏比之行，分全局之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以为当下诏申斥。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，朕总是想给他留些脸面，也是不能了。汉唐以来，建都俱以秦、洛、形胜之地为一。自朱良篡乱，已以汴州4战之地。五代以来，强藩比比，社稷拨迁，由晋至州，国祚皆不勇。今巴蜀平定，南土一安，臣等记忆良久。此时迁都之机也。迁往何处？关中凋零，王气已消。洛阳东距虎牢，西抵潼关，北依洛水，更有邙山之胜，宜为万世之基。需得花费多少钱银？洛阳本有南北宫，无需另建宫室，况原为旧都，私属俱全，郭城广大，只需量加修葺，不致糜费过多。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40载，足下子孙奴仆，家宅产业，枝枝蔓蔓，已不知牵绕出多少重。若要迁都洛阳，至少有5、6万人之多。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法属的军费了。况且搬迁诸般事体，要动用的人力民夫，规模浩大。若是坏了民心，推愿于朝廷，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。你们方才所言，皆算不得大事。大事是，朕没钱，南征的钱粮动不得，遭了灾的州县，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。还有一桩大事，北面那条大河。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，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。可是下游的州县，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，岁岁农田荒弃，民人死伤。赵相公与朕讲史，自汉以来，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。治不得大河，何以成正朔？所以说，哎呀，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？可以有。你说什么？臣言，钱可以有，却不是用来迁都。陛下欲屯河田，钱可以有；陛下欲治大河，钱亦可以有；陛下若迁都，钱一文没有。司马普，军前奏对，仔细施仪。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？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，较之输粮于汴州，每10斤粮食要多出3斤的损耗。自5代以来，朝廷穷怕了，舍不得这3斤的粮食。陛下基业承自5代，比不得大唐盛世。咱们小门户过日子，宜俭不宜奢。穷人，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。司马普，莫要太过放肆。雪琴，你方才说，
朕欲屯田治河，前科已有。是。何由得知？陛下欲治河屯田，需颁诏天下，行虚外实中之策。司马普，休得妄言！四海未平，天下未定，虚外实中，非其实也。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，猝然更易，必致动摇社稷根基，需缓缓图之。你们让他把话说完，请接着说。诸位相公心知肚明，只是无人说破而已。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处窘迫？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，经节滥丰，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，实外而虚中，以至于朝廷想屯田、想练兵、想治大河，均难以为继。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纳，自明罪起，咱们俄以定数，留之一城，予以地方，其余的押解回京师。不过3、5载，练兵屯田，乃至于修大河、讨四方，皆有余裕。天下节镇，手握财权以自肥，这是200年来所积累的弊端，陛下岂会不知？如今四方结阵，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，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。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，平定天下。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，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，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。到时候1分钱收不上来，事小。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，坏了朝廷威信，乱了天下大局，必将引来奇祸。契丹尚在，南唐北汉建号不沉，吴越未归，此时削藩，非其时也。非其时也。好一个非其时也！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自中唐以来，历代的君王，朱全忠、李天下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还有前朝的太祖、世宗皇帝，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以藩镇治藩镇，以节度讨节度，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。故而一代一代，皆是君为贼所逆，贼附而为君，世道轮回，往复无期。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，却以诛贼为故事，因循行之，还敢奢言以知太平，可笑啊！可笑！可笑！